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炸豆腐丸子到底是用面粉还是用淀粉呢？很多朋友总是在纠结。今天我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，这样炸出来的豆腐丸子外酥里嫩。如果您也喜欢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块稍微老一点的豆腐，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80度左右的温水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把豆腐泡出豆腥味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准备2个早上吃剩的馒头，放在绞肉机里面。今天偷一下懒，用绞肉机把馒头绞成碎末。如果没有绞肉机的，也可以用刀剁成碎末。这里我们搅拌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大约在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，因为馒头比较容易碎。搅拌成视频中这样，稍微细一点的馒头末就差不多了。接着全部倒在准备好的大碗中备用。现在的豆腐也已经浸泡好了，泡出了豆腥味，我们在吃的时候口感就会更好一些。然后用洗净的小手抓拌一下，把豆腐抓拌成视频中这样的细腻状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准备1小块瘦肉，切成薄片。如果喜欢吃肥一点的，也可以使用五花肉，肉片也不需要切太薄。然后再准备1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同样也切成薄片，全部切好放在肉片一起。接下来再准备半个洋葱，切成洋葱丝，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洗干净的绞肉机里面。我们要借助绞肉机把肉末、洋葱还有老姜搅成碎末。这里我们搅拌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大约搅拌2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。今天的肉末我们要稍微的搅碎一些，搅拌成视频中这样的细腻状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把捏碎的豆腐放在馒头里面，然后再把搅好的肉末也倒在碗中。接着往肉末里面加入1个母鸡蛋，然后简单的调下味，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少量的胡椒粉，加入大半勺的生抽酱油，然后下手抓拌均匀，使所有的食材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这里我们大约抓拌2分钟左右，抓拌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再准备几根清洗干净的小白菜，我们把小白菜切成碎末。小白菜我们也要切小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豆腐丸子里面加一些小白菜，可以增加营养，同时还可以丰富口感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搅拌好的豆腐里面，然后再次用筷子充分的翻拌一下，和所有的食材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接着我们再准备1个空碗，往碗中加入2个鸡蛋，鸡蛋也不需要太多。然后再次用我吃饭的筷子搅拌一下，使蛋黄和蛋白成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搅拌至用，筷子挑不起来就差不多了。所有的食材准备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操作了。像视频中这样用虎口挤出1个丸子，丸子的大小也不需要太大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如果太大的话，那样不方便成熟，也不方便食用。把所有的丸子全部处理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全部做好以后，我们再把丸子放在鸡蛋液里面，使所有丸子的表面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鸡蛋液。
像视频中这样稍微的滚动一下，这样炸出来的丸子不仅颜色漂亮，而且营养更加的丰富。准备一口锅，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180度，也就是用筷子放在油锅里面冒密集小泡泡的时候，然后再把做好的丸子一个一个的下在锅中。这里我们千万要小心点，不要用油溅到自己了。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炸制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，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。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用锅铲不停地翻动，使其受热均匀。不论炸什么丸子，我们最好是分2次炸。第一次炸的时候，把丸子炸至定型，大约炸至2分钟左右。现在的豆腐丸子已经完全的定型了，我们就准备漏勺，把所有的丸子全部捞出来，控干油分。等油温再次升高以后，我们把丸子再次倒在锅中，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使其受热更均匀。第2次炸的时候，我们炸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大约在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只炸1次的话，外面已经炸焦了，里面还没有熟透。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分2次炸。把所有的丸子炸制成视频中，这样外表金黄酥脆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把所有的丸子倒在漏勺里面，控干油分备用。这个时候的豆腐丸子金黄金黄的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这样炸出来的豆腐丸子里面加了一些肉末，吃着都有肉的香味。其实炸豆腐丸子是不用加面粉，也不用加淀粉，同样可以炸到外酥里嫩，而且口感非常细腻。饭店一盘至少要38元一份，如果自己在家做，成本不超过5元。主要是自己在家做干净还卫生，可以用来做零食或者是做汤，都非常的美味。如果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一下。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